今日三司推事重审御史案。今日三司推事重审御史案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！干什么呀？哎呦，别急啊！传人证。叶平安，问你，你才可答话，不可自作主张，明白吗？民女明白。海一平，这是你府中管家亲自画押的供状，他供述你以威胁挑拨之言指使陆丹心将李宗旭绑上城楼，欲构陷叶平安，谋害李氏宗亲，你可有辩？无辩。叶平安，这是陆丹心状告御史案时在场之人留下的证词，我再问一遍，以上你的证词是否属实？民女可证，御史案的确是郑源、杜良、齐君山所为，绝非监察御史于前。海一平，你已亲口承认伪造灭口函嫁祸于前，御史案到底有何内情？你详细招来。事已至此，今日我不会再有半句虚言。当年杜良不甘心当一名县尉，一心想被提调入京。为了贿赂官员，他伙同师爷郑源和齐君山诱拐女子求于废宅，又将自己的私宅变成一处享乐之所。我朝素有举荐官员的传统，本意是举荐贤良，可是偏偏有人要钻这个空子。他们去通泉县不仅仅是为了女人，更是为了卖官。卖官。管仲曾言：“卖官欲绝，10年而亡。”东汉灵帝时，卖官聚敛私财者为祸甚烈。如今竟还有人敢犯此恶行，哼！花点银子就能当官了，置韩氏10年苦读于何地？置科举选才于何地？海一平，你当年为何会去通泉县？又跟杜良做了什么交易？我去通泉县，不是为了女人，也从未碰过她们。我只是年轻时犯了一个官场上不大不小的错误，这个错误叫做和光同尘。那个时候，我任吏部司勋员外郎，主要负责考察京畿官员的政绩和财税，所以结识了杜良。你这账上记的是1丁年应收粮3担，可我探访过民情，实收粮6担，整整翻了1倍。都收哪儿去了？还有那盐仓，既存盐2400担，因洪水损失了600担。我去盐仓看过，哪有涨过大水的痕迹？你这腰包着实不小。海司勋，你不了解通泉县的情况，这里常有流寇作乱，朝廷不拨银子，我只能费心思平定流寇，这才不得不另作开支。你看看监牢的记录，1年抓了多少人？是自己养寇，自己抓吧。杜良，你是嫌命太长了吧？
海思勋若想找我的罪，今夜便留宿于此，可好？回来！进去！看来你认出了此人，难道要不顾世交，将他一同揭发出来？是，就是。哎呦，海思勋也到这地方来了。县里盐仓缺个人打理，我有意让海思勋的人接手，却不知海公肯不肯赏这个脸。当着这些官员的面，度量贿赂于我，我已经撞破了他们的秘密，若是不接受，便会成为众矢之的。没多久，度量想让我将他提调进京。本来这件事情办完，一切都会相安无事。可是啊，于谦是个意外。他度量圈禁这么多女子，到底为何？这里面的水有多深，你就看不出来吗？别给自己引火烧身了，跟我回京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海兄啊，你我同科集体，相识多载，没想到你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你我皆有监察之责，若视而不见，你对得起你身上这身官服吗？你对得起你当时为官的初衷吗？你怎么就这么迂腐呢？是不是你要升任侍郎了？你怕引火烧身？好，你也不用再劝阻我了。这件事情我必定会追查到底。那度量身后不论有什么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你，度量一旦被揭发，我受贿之事也会被查出来。届时我的仕途断送，海家3代清廉的名誉就会毁于我手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我已回不了头了。这就是于谦下令灭口女子的罪证，交给度量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于谦为人忠直，将你视为知己。他如此信任你，甚至将最后一线希望也寄托于你。可你呢？为了自己的仕途和所谓的清誉，就让度量杀人灭口，栽赃于谦，害得他被满门抄斩。若是于谦泉下有知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你一直知道李宗旭与御史案有关，那他在通泉县到底做了什么？当年，李宗旭在通泉县，除了满足他对于女人施虐的嗜好，还贿赂收买了高官，得到了圣都的官盐转授之权。平安还有一事状告李宗旭。说。李宗旭得到官盐转授之权后，多年来皆在利用官盐谋私。此前我查到，李宗旭扰乱圣都盐价，导致盐比肉贵，平民甚至因为买不起盐而卖儿卖女。郭思清，圣上让我们审的是御史案，不是盐案，这步子是不是迈大了呀？如果我非要迈出这一步呢？将军，张尚书久居圣都，怕是未曾见过边塞的惨况。5年前，金元一战，李宗旭为派系之争，勾结转运官，致使盐粮受阻，大军被困城内，无数士兵因此丧命，尸山血海。
铁甲有喊。此案究竟该不该查？武将军，还查出了哪些人？我不仅查出了与李宗旭勾结的官员，还查出如今长平属令、华阴县县尉、新州仓司使3人，皆有贪墨行贿之举，而这3人皆由海夷平举荐为官。请将军放心，我会在奏陈御史案时，将这些证据一并呈给圣上，必将他们绳之以法。有劳郭司卿了。叶平安，已经问完你的话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退下。是。当年有哪些官吏与度量有勾结？写下来，一个不许漏。这份名单中，大部分人在这10几年间已经亡故。余下还在世的这王渊之、高富、郑熙、卢凤元，最高不过5品。他想就这么蒙混过关？哼，不可能！这次得把底下的烂泥挖干净。杨御史，此案我们只负责审，裁决在圣上。边境宁息不久，两派之争暗流涌动，若在此时大动干戈，让朝局动荡，不是让圣上为难吗？少丞，你怎么看？下官以为，张尚书所言也是在理的。当年有能力卖官者，皆为大族。难道这天下只有一个度量，一个通泉县吗？士族垄断官位许久，先帝乃至圣上都欲革此弊病，皆徐徐图之。此事亦然。你终于肯单独来见我了。这间牢房太小，而你早已将自己困在了更大的牢里。我知道你为了什么。你的性子不肯受制于人，以为我倒了，你就更能得到梅党的倚重。我为的不是谁的倚重。我只为盲狗。我见过不少励精图治者，想法虽好，可提出来的政策推行下去就变味儿了。太多的人瞒上欺下，编造谎言。御史案你不见到了吗？度量这种地头蛇，都可以做出让圣上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来。有贪婪谋私者，就会有一心为公者。多一个站在百姓这边的官，就少一个像度量这样的贪官。正身易，守身难。你妄想着权倾朝野便可以改变门第之别？你想让贱民和良民平起平坐，想让寒门和士族同根同源，却忘了这偌大王朝的基石是什么？没有奴，何来主？我不求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我只求为民多开辟出一条生路。圣上不问出身，扶持寒门，
便是此意，而我只是谨遵圣意。就算当朝天子有这样的愿景，可他之后呢？100年之后呢？扶持寒门，寒门副总，难道就不会成为下一个权贵吗？难道除了李武、王谢，以后就不会再有孙杨、赵元吗？就算只得这一隅之岸，我便求这一隅；只得10年之幸，我便护这10年。袁绍成，你所求者，来日必成你之牢笼。宣圣谕：御史一案查实为冤案，于前追封民国公释忠义建济乐堂，以使百官效仿。涉案官员一律革查，绝不姑息。李宗旭视郡王身份，敛财无度，暴虐无法，褫夺其爵位，其家产皆没入国库。御史案民女皆被时任通泉县县尉杜良勾结流寇残害，又为海夷平灭口而枉死。今告示天下，并府亲眷年前百贯，以为御史案罹难者在天之灵。令科举、举贤皆为推举人才，堪为国本，断不可任人唯亲，专权独断。诸公须以御史案为鉴。朕颁新令，其一者，科举不可问出身，往后皆行胡明制，考察人才，绝舞弊授受之陋习，并以殿试相辅。朕当亲临测问，纳贤取士。其二者，武士场成效甚丰，令广推武举，选拔武将，以拢四方豪杰。其三者，下至平民，莫论尊卑，若自恃有才，皆可他荐或自荐于朕，以士官之期考察才干，贤明者留，以成千秋，朗日清风。陛下英明。那么多年了，御史案才得以昭雪。真不知道那个叶平安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只是可怜了那个陆丹心，竟被海夷平给逼死了。是啊，太可惜了。霓裳，霓裳，你约的正好，我有个好消息。我要回圣都了。为何如此突然啊？我们之前写的曲儿被徐氏相中，今日特地来下帖，让我们在徐老夫人的寿宴上献唱。你此时离开，岂不是可惜吗？赵真，我很喜欢这段与你谱曲写词的日子。不过这些词曲是否被人相中，我真的并不在意。如今圣都有我放不下的事，有我忘不掉的人，我必须回去。抱歉。你无需感到抱歉。徐氏那里，我会去解释。霓裳，我等你回来。那我若是这一去不回来了呢？我依旧会写我的词，只是没有了你的曲。
终究是有些可惜。好，你既也视我为知己，来日若有缘，我们必会相见的。担心，彩莲，我们赢了。知道这个消息，你们会开心吗？努力了这么多年的事，终于了结了。快点！哎，你慢点，彩莲。啊，姑母租的这个房子也太好了。哎，这个树我喜欢。这个店儿以后就放张桌子，咱们可以下下棋、品品酒。自从御史案之后，我们就远离故土，不能回家。因为有你们，我再一次感觉到了家的温暖。从此以后，这就是我的家，是我们的家。通泉县已经回不去了，往后不管我们谁先死，其他人就把他埋在城外的东郊竹林，怎么样？埋哪儿都行。就是别在我坟前哭哭啼啼的，热都睡不着觉。呸呸呸呸，屁股还没坐热呢，什么死不死的？哎，担心我跟你说啊，你别老说话那么晦气，瞧瞧你带的什么话头啊！姑母说的对，担心说错话了，我们得罚他弹马奔儿。海一平在狱中自缢了。他一个那么在乎名节的人，以这种方式了结自己，也在意料之中。你啊，现在在圣都也算出了名了，大家都敬你犯案除奸的勇气。你的安心馆门口，我看就要门庭若市了。以前医馆门可罗雀，人人都说我是巫女，现在却都说我英勇。善名与恶名，孰真孰假，重要吗？对了，海一平的家人，放心，圣上并未迁怒于他的家人。听说海老夫人要带着海燕离开圣都了。哎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是回老家不合适啊。行了，就此别过吧啊！走吧，就此别过。
平安。这是我在扬州新买的胭脂，还没试过色。来，你帮我画。我，那我可手生啊。平安，我在扬州听说了御史案翻案一事，便即刻赶了回来，一路打听。才知道我离开圣都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事，都怪我之前不该走的。若是我留下来，你和丹心或许没有或许。这件事与你无关。好在御史案翻案后，丹心的污名已被洗清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丹心是为了揭露海一平的真面目，才选择了这一步。平安，如今一切都结束了，你打算怎么过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2日我总想起过去。御史案发生之后，我就憎恨自己的一切，整日浑浑噩噩。后来我遇到了阮琴，看着她饱受心病折磨，在我面前跳下了悬崖，让我意识到心病之痛不亚于体疾。自此，我决定利用自己的天赋，好好学习医心之术。我虽治好了许多人，却始终无法原谅自己。直到遇见丹心和采莲，我才有了赎罪的机会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决定这辈子都耗在御史案上。御史案一日不昭雪，我就一日不罢休。现在，御史案突然了结了，可采莲和丹心却都不在了。平安，如果没有你，冤案昭雪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你也是受害者，没有人会再怪你的。那你呢？还要继续留在万国乡吗？我也没想好。这阵子不见，你又瘦了很多，先别想着医人了，好好照顾自己吧。臣袁绍成向陛下请罪。你是御史案平反的功臣，有什么罪啊？臣位尊圣谕，擅自参与调查御史案，觉察城门一事后未能及时奏禀，故臣有罪。你是没能及时奏禀，还是不想及时奏禀？前有李宗旭，后有海夷平，你自作主张违逆圣意，朕对你一再容忍，到时你得寸进尺。陛下是明君，常言大局为重。臣以为，无论是延案或是御史案，都事关百姓，皆是大局。朕问你，在你的心里，还有朕这个君吗？民乃陛下之子民，陛下爱之，则臣当爱之。臣以为，忠民就是忠君。好。
一个忠民就是忠君。海一平常在朕面前说：“古之为政，爱人为大，民为社稷先。”你们近日往来甚密，连说话都像了。陛下，言的事你就不用再管了。日后除传诏外，无需再来回话，就管好你大理寺分内之事吧。是，臣遵旨。少卿，御史案后，圣上有提对你的犒赏吗？没有。考公司评定已经结束，好些寒门升了官，你分明办了大案立了功，却丝毫没你的份，圣上也太偏心了。这圣都四四方方，犹若棋盘。可我不会做任何人的棋子。你先去忙吧，我还另有去处。好。康平王，袁少卿，你这是……上次蒙沟人修天圣塔一事，还未来得及向康平王致谢，此番前来，特意感谢康平王出手相助。修塔本是江作监的事，怎可劳民伤财？不必言谢。上次康儿带冰糖糕回府，你有心了。尽是些力所能及的琐事，康平王若是喜欢，晚辈荣幸之至。来得正好，跟我去趟梅香府上。海一平走错了路，生死有命，梅阁老切莫太过悲伤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我的学生，他呀知道思危思变，但却未学会思退。退这个字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。审案之际，晚辈未能替海公做些什么，当请罪才是。你秉公办案，何罪之有啊？你对叶平安怎么看？此女手段变幻莫测，好在圣上还未重用她，就罢了她的职。你看啊，庄子说：“去德之类，达道之赛。”叶平安做到了。叶平安可以摒弃虚名，顺应人性，从而布局，大才。可惜啊，圣上却不予任用。哎呀，这才女可惜喽。圣上要真是不想留她，早就把她逐出圣都了。哎，你看我画的这个眷人，耸眉搭目的，越看越像李仆射。说起李仆射，此次圣上新政下来，他一声不吭啊，这不是他的作风。这些新政若是早颁布，那势必会引起士族的强烈反对。圣上时机掌握得好，先是重查御史案，来个敲山震虎，然后再颁布新政，便无人敢言。哎呀，李氏一族如今都求自保，会安静一阵子喽。御史案，少城是立了大功的，可此次考功却没给他升调。梅阁老，你我共同推荐少城为尚书右丞，如何？晚辈资历尚浅，怎能得康平王与梅阁老此般赏识？怎么浅了？那王重道既无寸功，又无尺长，他都能做太常少卿，你为何不能？圣上令，择事不问出身，谁敢违背圣上的旨意？康平王说的有道理，少城出身可非一般呐。不过现在尚书右丞是个香饽饽，这个时候举荐少城，恐怕会有人不服。阁老的意思，给徐陵吧。
妙啊！徐陵是前朝徐相的孙子，身世好，可自视甚高，做事急躁，易出错。明白了吧，少长？委屈你得再等1年了。晚辈本就不敢奢望，岂有委屈之谈？你30有4了吧？显儿的性格与你相合，又同朝为官，平日里可以多来往嘛。哎呦，少成啊，看来不久你要有一位岳丈了，啊？谢康平王器重。丰饶盐铺今日降价，数量有限啊，先到先得。这盐价骤降了3成，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价了。你多囤点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个王老板可不同意那个人面兽心的李善人。他昨天在那个商行立誓，说这个盐价只会降不会涨，所以不用买那么多。那太好了。你要不要囤点？家里还有，手脚都麻利点啊！这都城的官盐转售之权已不在李氏手里，这样一来，盐价应该不会再涨了。但愿如此。圣都是清静了，但近来河南道一带流寇作乱，他们直接去商铺、盐井抢盐，摇身一变就成了私盐贩。一时之间，朝中竟无人能治理。平安，我看你思绪不宁，身在圣都，却好像被囚于牢笼之中。你有没有想过该出去走一走？我不走。于我而言，哪里不是牢笼？海一平自尽了，但我总觉得这背后还有什么。我想继续查下去。你是不是有意不想让自己停下来，或者说没办法停下来？听我一言，试着像寻常人一样去生活一段时间，哪怕几日，换一种眼光去感受市井百态。当你感受到新生活的乐趣，不管曾经发生过什么，都轻若鸿毛了。若依旧如故呢？那就再去争，再去斗，也不晚。无论如何，你要给自己喘息的机会。好，这几天我按照你说的去试试。但我了解自己，就像你说的，我可能真的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。